我不想分他们，但他们想分我。有一些在网络上留下谩骂的，他把对中国的恨全部在我身上起释放。他立场呢，他觉得政治立场跟我不一样，他没想到的是，我政治立场跟他还是不一样，可是我尊重你的政治立场，我尊重你的存在。这个世界有需要活得这么单一吗？这些人他就这么单一，老子就不跟你一起，你这舔共仔滚！对民党来讲，现在周明轩是一个非常头痛的存在，非我即敌呀！你不同意民进党的说法就是敌人，我就是要歼灭你。台湾人真的不怕军演吗？台湾人知道一个引燃的压力在，但是现在民进党所做的就是操纵舆论。美国的智库表示，台湾国防部所开的记者会严重偏差。这一次大陆的军演，国防部竟然公然的召开说谎记者会。西北边这边是临海线，直接跨进来，跟周明轩的事情有什么关系呢？大有关系。民进党现在最后的疯狂，掩盖资讯、大内宣、报喜不报忧，明明是这么严重的事情，战机船舰进入到这些区域内，他可以完全的不当一回事。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好，就是近期有一些，就是这两位呢，就是因为我的政治立场了，然后就是转身离开啊。有一些在网络上留下谩骂的，对我来说是真的是过滤，因为在他的世界里，他把对所谓中国政府的恨，然后把对中国的恨全部在我身上一起释放，但是脑残，但没关系，过滤朋友。那我在他立场呢，他觉得他的政治立场跟我不一样，可他没想到的是，我政治立场跟他还是不一样，可是我尊重你的政治立场，我可以跟你做朋友，我也没说什么，我尊重你的存在。这个世界有需要活得这么单一吗？我确定人生来天体验，你要活这么单一干嘛？我的政治立场跟你不一样不行啊！他一语道出了现在台湾的一个社会的一个风态。现在有很多青鸟仔啊，我说的青鸟仔不是只有到现场那一些啊，还有在网络上摇旗呐喊的那一些。哎，你说我该有怎么形容这些人好？你说小粉绿、哥布林、小波绿、波绿心、青鸟仔，我最近可能我会多用青鸟仔吧。给大家选一下好了，好不好？留给大家选一下，到底我们该怎么去形容这些人呢？但人与群分这件事情，我不想分他们，但他们想分我们，你知道吗？像刚才周明轩所陈述的，这些人他就这么单一，他就是单一，对，老子就不跟你一起，你这舔共仔滚！我不用青蛙去形容他们，因为青蛙确实带着比较明显的贬义啊。我不想要贬低，尽管他们不承认我们跟他们是台湾同胞。是的，我了解，我非常了解，他们不会跟我们承认我们是台湾同胞。但至少基于我也是同样生在台湾这块土地，去台一雄漏洞台湾人拍谁啊？但是呢我要兜了哈，但基于这一点点尊重，我不会去附和。我知道这个对岸有一些所谓的爱国大 V 对台湾人其实是蛮不爽的所以常常会就贬低台湾人是青蛙这件事我不会做。OK， Threads 里面理论上来说是非常绿的这一些青鸟仔是这个大逆风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一则这一则你看很有意思。怎么说呢？我一直很喜欢你，你每一次 PO 的影片都抢着看，我认同你的价值观，人生出来就是体验，但是去中国不单单只是旅游而已，而是为中国宣传他们的软实力，让人放下对中国的警惕，从而增加人们对中国的喜欢中国的机会。请不要跟我说中华民族，我不想跟中国人有任何关系。真正危险是你这种封闭又自闭的台湾人，软宣传实力、自信和开放，才能让台湾更好。比如2000年前你就说应该是西元2000年的熠熠生辉的台湾OK， 值得我们以为又说你不是台湾人，精神分裂吗？你们国家没有医院可以治吗？逻辑前后矛盾，可怜呐！所以这个不是青鸟仔，这个是港青仔，也不算，这应该是黄丝好，在帅上面大体来说，它还是属于一个逆风的一个状态了。我觉得民宣发言没什么问题，也很客观。但问题是，目前只去了大陆光鲜亮丽的地方，也应该感受3、4线城市、18线城市底层人民生活。虽然同时能感受中国那边的美景和风土民情，但是有更多不同感悟，一些贫富上差距，一些精神上面，一些真正不忍直视的东西。其实这个对民党来讲，现在周明轩是一个非常头痛的存在。你看光是这个简单的一个发言，得到4000多个赞，然后呢？这么多的留言而且大家知道 Thread 上面的大陆同学其实是非常非常少的那真正崩溃的点呢，其实是在这里你看这个首先他是称赞的，他说台湾人民呢有自由的个体每个人呢都有表达自己的权利等等等，因为在台湾民主自由国家都懂都有理性，意思是说大家要理想，然后周明轩给他回应就台独讲那么多然后什么还有人互相呛在台湾可以骂赖清德，你在中国可以骂习维尼吗？确定你确定在台湾可以骂赖清德真的没事吗？你是口嗨一时爽，你后面你就知道后面
我已经为了绿色侧翼花了我8万块律师费，好不好？你要不要确定一下？真的没事。这段蛮长的啦，我们就不把它看完。反正总之你可以看到，还是有部分的青鸟仔还是很生气，他们的愤怒其来有致啊，因为周明轩基本上已经引发了一个现象级的一个观察，但是民进党目前显然没有办法拿出什么很好的应对方式，尤其最近又因为一系列的艺人的表态，比如说呢，像这个五月天最近因为一句我们中国人到北京就是要吃烤鸭，引爆了玻璃心的一个现场炸裂啊。五月天其实善举很多啦，比如说捐上亿啊，送救护车、呼吸器啊等等等等的。然后你看侧翼只能无能的酸一句这个就是标准侧翼嘛不买牙医子都滑谢谢中国艺人的善举然后马上被人家酸谢谢中国淘宝商的回复，因为他都卖那个贴牌的淘宝货，你就知道最近民进党的气势跟低迷跟整个情绪的一个沸腾它是其来有致的啦它是其来有致的，而且再给大家开一个超扯的事情民进党现在最后问题是他这个团报也不足以取暖。为什么团报也不足以取暖呢？因为目前他们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你看为什么王义川要去冒着天下大不韪去把所谓他们监控的事实硬是要在节目上讲出来？如果他再不给这些青鸟仔打强心针，他们真的要面临一个崩溃的事实。当中国大陆实际上用物理回应你的嘴嗨的时候，不是每个人都没感觉，很多人是躺平或者是无能为力，或者是一时间被你政府的资讯所糊弄。但实质上，难道大家都无感吗？股票继续上2万点，你真的以为台湾人完全是白痴装死人？台湾人再怎么白痴怎么装，台湾的受教育的程度非常高，台湾人获取资讯的程度非常高，没有那么蠢。可是你知道民进党过分到什么程度吗？就我今天开播前我才跟小编讲，这真的是荒唐到了极点这是什么？各位你知道吗？美国的智库表示你台湾所做的，国防部所开的记者会竟然呢严重偏差。这一次大陆的军演的区域，你知道吗？第一时间，那绿色的是国军记者会所公布的区域，红色的是共军实质演习的区域，灰色的是2022年的演习区域。结果大家知道吗？我们的国防部竟然公然的召开说谎记者会，他把共军的演习区从红色调成绿色，这件事情被美国爸爸打脸，你知道吗？国智库说共军朝鲜区域两岸落差很大。好，你看中共军演落幕，美国智库 CSIS 这个我们讲过很多，这个智库在美国非常有名是属于很右翼的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现在大家在介入台湾事情非常多跟美国政府有一定程度联系两岸公告资讯落差很大，我方记者会上共军演习概况、各超远区域大小位置都与共军在东部战区的示意图有异，不仅超远区域均不在我方临接区域内，部分更位移超过60公里对此现象，专家看法不一，有人认为是国军图资过于老旧，跟不上山，也有人认为共军不公告超远区域坐标，就是创造各自表述的空间，避免过度的紧张。可是你不觉得很有趣吗？ CSIS 所给的一个资料所做出来的位面，其实就是共军所公布的位置，而且他们的这个资料，因为这个联合报是根据 CSIS 去做图的吧，那共军的区域有部分甚至是直接跨入什么？第一条是领海线，像这个西北边这边是领海线，直接跨进来了。那当然所谓什么图资过于老旧，那更恐怖那代表什么意思？代表说我们的国军连最基本的图资都没有掌握那你说这个跟周明轩的事情有什么关系呢？我跟你讲，就是大有关系。民进党现在最后的疯狂掩盖资讯，大内宣，报喜不报忧，丧事喜办。共军这一次不是飞弹所有的区域都是海空联训，包含什么？包含海警船都进来了，荒唐到这种程度。明明是这么严重的事情，这么多的这战机
船舰进入到这些区域内，然后他可以完全的不当一回事。所以你说台湾人真的不怕军演吗？不是台湾真的不怕军演了，而是台湾人知道一个引燃的压力在，但是现在民进党所做的就是操纵舆论。而为什么民进党现在要疯狂的内缩？因为如果他再不内缩，他这个气一旦散掉，现实就如一记重锤啊，直接捶打在他们脸上，那脸就直接烂掉了。所以现在只好带起最后的疯狂嘛，包括王义川的疯狂，包括柯建铭那边说什么韩国瑜是北京指派任务给他等等等等的，已经到了这种的状况，所以这个是很可怕的。所以我非常乐见钟明轩这一次又到中国大陆去旅游，而且还登上热搜第一。我说真的，作为一个台湾人，一个希望两岸和平的人，希望两岸交流和平的人，我是由衷的感谢他，我真是由衷的感谢他。而且因为我没想到是连沈毅教授都注意到这个现象的存在，那代表什么？这个在对岸，其实在官方层级以上或者是专家学者以上也关注到这个现象，就是两岸交流并非不可能。中国大陆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之下，台湾社会不可能毫无所感，资讯你民进党再怎么封锁，也不可能密不透风。这也是最后他只能改过来强调一件事情，他只能靠敌我机制，来做最后的挣扎。非敌即友，非友即敌，非我即敌呀！你不同意民进党的说法，你就是敌人，我就是要歼灭你。你可以继续在那边强词夺理，继续说历史哥都在拿中共恐吓老百姓什么。我跟你讲，真正拿中共恐吓老百姓，从来是你民进党。真正做认知作战的，从来是你民进党。请不要把你做的烂账赖到我头上。